一提到禅宗，很多人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一整套熟悉的传奇：达摩一苇渡江，面壁9年；慧可断臂求法，六祖慧能一夜开悟。这套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，几乎成了中国人对禅宗的标准印象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套故事里很多关键情节历史上根本就没发生过呢？真实的禅宗没有一条完美无瑕的祖师传承线，而更像是一场留名求生、派系互撕、夹缝逆袭、漫长竞争、包装改写与胜出的历史。今天我们扒开禅宗神圣的外衣，看看它真实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。按照传统说法，达摩刚到中国不久，就和梁武帝有一个历史性的对话，但在最早最权威史料道宣写的《续高僧传》里，完全没有这个情节。同时代的文献，北魏、梁代、敦煌的早期禅集也没有任何记载。过了200多年，这个故事才第一次出现在禅宗登录里。这就像现在有人跟你说，我知道清朝道光皇帝的惊天秘闻，而且这些秘闻之前从没被历史记录过一样，你信吗？实际上，达摩来华后，主要就在现在的河南一带传法，从未成为主流，处境非常艰难。当时北方禅学界群雄并起，热闹非凡。达摩一脉，别说王者，连头部玩家都算不上，顶多算是一个带着一套全新理念却没人看得懂的边缘创业团队。当时的市场巨头至少有2家，第一家是勒那摩提的传承，他是中印度三藏法师，在北魏洛阳影响力巨大，皇帝都非常器重，有弟子僧识等人，是当时的权威标杆，主打扎实的实践禅法，叫9次谛定，一步一步教人调心。所谓9次谛定，指4禅加上4无色界定，再加上灭尽定。修行时需在安静处具足戒律，依师指导，逐步入定，由浅入深。另一家领军人物可以说是当时的超级巨星僧稠，他是佛陀跋陀罗的再传弟子，厉害到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阳都是他的铁杆粉丝，直接盖章认证，说他是聪灵以东禅学之最。他主推16特胜法，一套观呼吸的方法，我们之前有专门讲解过几次，从观呼吸开始，一步步深入觉察，操作性很强，是传统的止观方法，用户体验好，上手快。所以当时主流禅法都是有明确步骤，像操作手册一样的修行法门，有官方背书，还有明星创始人。而达摩呢，实际上他没有神功盖世，也没教过什么易筋经，他的核心教法是以楞伽经为基础，他真正的作品是2入4行论。所谓2入，就是进入禅宗智慧的2种途径，理入和行入。理入是向内的笃信与觉悟，他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是被妄想烦恼盖住了，你只需要外部攀援，内不动摇，无自无他，凡圣平等，这也是楞伽经的核心观点。而行入则是把道理落到实处，他教你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修行，比如报冤行，就是遇到苦难时，明白这是因缘所致，平静接受，不怨不嗔。再比如随缘行，面对荣誉与顺境，保持平常心，知道一切无常，终将消散。它不是让你躲进深山，而是在日常的柴米油盐、顺境逆境里磨练心性。但这套理论在当时的主流禅师看来实在太超前，太虚无缥缈，大家听不懂，甚至觉得是歪门邪道。他们遭到激烈排挤，最典型的就是二祖慧可，他在邺都传法，直接和当时主流权威道衡杠上了。道衡手下有上千追随者，公开抨击慧可，说他的法是魔语。在当时被权威人物这么定性，几乎等于断了生路。据《神会语录》等文献记载，慧可最终甚至因这场冲突被迫害致死，即便有后人渲染成分，也足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困境。达摩另一位弟子僧那更是被逼得待不下去，只能南下逃难。所以达摩一脉在北方根本不是什么主流，而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边缘小团体，一群在北方各地游走的苦修者。那么这个濒临破产的非主流团队是怎么活下来，最后还逆袭成功的呢？
关键转折是达摩一脉被迫南迁，而这次南迁意外成为禅宗命运的关键转折点。当时南方与北方的佛教气质截然不同，北方重实修、重戒律、重打坐功夫，而南方盛行玄学、般若思想与义理思辨，更关注心性、空观、玄谈，更适合抽象、直指、偏哲学的修行方式。于是禅法开始发生关键转型，从北方那种偏重静坐功夫的修行技术，逐渐转向心性与哲理合一的完整思想体系。到了被尊为三祖的僧璨，在早期可靠史料中记载极少，传统认为他是信心明的作者，但信心明是到唐代才出现和定型的作品，行文风格也是唐代的，不太可能是僧璨的作品。僧璨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，这些初祖、二祖、三祖都是后世的尊称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庞大宗教的创始人，几乎都没有清晰的宗派意识，只是一群有共同追求的人。信徒们可能觉得这位三祖的戏份实在太单薄了，所以硬是加了一些戏份。禅宗真正从边缘小派发展为规模庞大、天下归心的大宗派，是到了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开创的东山法门时代。道信结束了前辈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在湖北黄梅双峰山住锡30多年。在此之前，达摩到僧璨基本都在打游击，四处云游，没有固定根据地。道信第一次为禅宗建立了稳定的总部和修行中心，终于可以安心研发、带团队、大规模招生。四祖道信生活在隋末唐初，那是个战乱频繁、苛政重压的年代，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路可走，只能四处流浪。而当时的新兴禅宗寺院成了他们最现实的庇护所，进入寺院至少有饭吃、有地方住，不必再颠沛流离。对他们而言，寺院首先是活命的地方，而非追求解脱的清修圣地。但大批流民聚集，寺院不可能只靠布施维持，而且当时也没有来自官府的支持，于是出现了佛教历史上革命性的变革——农禅。从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集500多人开始，便明确提倡作物与坐禅并重。所谓作物，就是下地耕作、开垦荒山、种粮自给，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行为。传统佛教戒律不允许僧人从事农业生产，认为会损伤草木，违背慈悲。而禅宗选择自食其力，相当于一个传统非营利组织突然自主创业，自负盈亏。他们不再依附施主，不再依赖官府，经济独立带来了人格独立。四祖道信强调劳作自己，不囤田产，不见权贵，因为经济上的独立，才有了远离权贵的底气。也正因为此，禅宗是所有佛教宗派中最不媚权贵、不循旧规的。当然，这是相对而言。所以黄梅双峰山加上后来弘忍的东山，成为天下习禅者的圣地，追随者数以千计。道信是集大成者，他写了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》，把北方禅定实践和南方大乘经论思想完美融合，用高深理论解释修行原理，让禅法既有操作性，又有理论深度，标志着禅宗终于有了成熟完备、可大规模推广的核心体系。南方的般若学、玄学思想，让原本偏于实修的禅法获得了更精致、更易被世人接受的哲学表达。而北方禅法的安心、闭关、心性本净的内核则被保留下来，这相当于把北方的修行内核装进南方人更容易理解的哲学外壳，让禅真正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迭代升级。五祖弘忍则是把这套禅法推向市场的人，他把道场迁到东山，号称东山法门，品牌就此打响。他进一步把道信的禅法普及化，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接受。而且五祖更推崇《金刚经》，《楞伽经》强调的是如来藏、阿赖耶识、无法三自性，哲学的味道很浓，难度比较高。相比来说，《金刚经》短小精悍，更强调空，语言干脆直接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。结果是东山法门声望达到顶峰，四方龙象尽归师承，天下想学禅的人十有八九都奔向黄梅，从平民到精英，覆盖各个阶层。
到五祖弘忍时代，达摩一脉才算真正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。南迁是命运的转折点，从北方备受打压的边缘小团体，发展成有基地、有理论、有广泛影响的大宗派，让天下归心。中间花了100多年，禅宗才真正站稳脚跟，走向爆发。这期间充满挣扎、排挤与融合。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六祖慧能和坛经的故事。说到坛经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，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传统能被称为经的，通常都必须是佛陀亲口所说的教法，至少要委托是佛陀所说。而坛经是唯一的例外，它是唯一一部大大方方承认这是中国人讲述，却被后世尊奉为经的著作。这件事本身就堪称石破天惊。坛经故事的核心是一场围绕2首诗展开的思想对决。当时五祖弘忍年事已高，想要选拔一位弟子作为接班人传承衣钵，于是他让门下700多位弟子各作一首偈子，展示自己对佛法真谛的理解。谁领悟最深，谁就是下一代接班人。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那就是神秀。神秀地位高，学问好，是全寺公认的教授师，相当于寺院的教务长。所有人都认定继承人非他莫属。神秀思量再三，半夜在墙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偈子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首诗非常符合大众对修行的理解，身体就像一棵觉悟的菩提树，心灵就像一座明亮的镜台，随时会被烦恼、欲望、杂念这些尘埃污染。修行就是持续不断的功夫，依靠戒律、禅定、智慧，时时擦拭内心，保持清净。这是一种典型的渐修之路，强调努力、自律、循序渐进、自我完善，代表了佛教非常主流的修行观。这首诗一出，所有人都赞叹不已。五祖弘忍也公开称赞，说依照这首诗修行，必定不会出错。就在大局已定之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者出现了。他是在寺院后院厨房默默舂米8个多月的杂工慧能。慧能是来自南方偏远地区的砍柴人，据说完全不识字。他听到众人诵读神秀的偈子，却认为见解尚未透彻。慧能请人代笔，在神秀诗旁写下另一首偈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首诗完全反其道而行之。慧能认为菩提树、明镜台都只是方便说法的比喻，不能执着为实有。更核心的是，我们本自具足清净圆满的佛性，从来没有真正被污染。所谓烦恼、欲望、尘埃，本性是空，虚幻不实。如果用比喻来说，神秀认为房间脏了，需要天天打扫，而慧能认为房间本质即是清净，所谓灰尘不过是幻觉。修行的任务不是打扫，而是当下认清本来清净的事实。一个认为自身有瑕疵，需要不断修复；一个认为本性圆满，只需觉悟。所以开悟不是漫长的擦拭过程，而是瞬间的领悟、顿悟。慧能的这个故事影响了后来整个东亚佛教，之后的1000多年，很多人修行就是为了追求这个顿悟。五祖弘忍看到这首偈子后，表面不动声色，甚至当着众人用鞋底擦掉，说慧能也未见性。他其实是在保护慧能，避免慧能遭到嫉妒与加害。到了半夜，弘忍秘密召慧能进入方丈室，为他讲授《金刚经》核心要义，并将象征禅宗正统的袈裟与钵盂，也就是衣钵，秘密传给了他。弘忍嘱咐慧能，一为争端，直汝勿传，意思是这件袈裟已成争斗的根源，传到你这里就不要再公开往下传了。随后，他让慧能连夜逃回南方。这次偈语对决直接导致禅宗分裂为南宗与北宗，神秀代表的北宗主张渐修，慧能代表的南宗主张顿悟，而拿到衣钵的正是慧能。但是实际上当时北宗的势力更强大得多，神秀后来成为国师，由武则天亲自撑腰，在长安、洛阳一带风光无限。
为什么最后反而是扎根南方的南宗成为了中国禅宗的主流呢？坛经里并没有说，但传统的观点认为慧能的智慧更胜一筹。中国人向来更喜欢道法自然、大道至简，慧能最终取胜，实至名归。这是一个听起来极为精彩的创派故事，充满天才对决与逆袭。但这个故事真的是历史原貌吗？长久以来，人们都相信《坛经》是慧能说法的忠实记录。直到20世纪初，敦煌藏经洞的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，在数万卷唐代古文献中，学者找到了敦煌本坛经，将它与今天流传最广、元代宗宝编辑的通行本对比后，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：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并不是最早的原貌。敦煌唐代写本仅有12000字左右，而通行本多达23000字，内容扩充了1倍。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情节与说法，在最早的版本里根本不存在。哪些是多出来的内容？这些内容是谁加的？又为什么要加呢？禅宗可能是中国佛教里最会讲故事的一支，所以问题也就来了。如果一个宗派最核心的正统叙事，其实是在后世竞争中逐步加工出来的，那么它的真实到底还剩下什么？但是即使这些不是真实的，你就能否定这一切吗？这就像《西游记》是虚构的，你能否定它的价值吗？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不是完全真实，而是为什么这些故事能让上千年的人都愿意相信，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坚信。因为人们要的从来不只是历史，人们还需要意义、秩序，以及一个能让自己安顿下来的神话。而禅宗恰恰非常擅长提供这一切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拆解坛经到底被改了多少，神秀和慧能到底谁才是正宗。